这部影片将介绍3间完美风的咖啡店，也是可以吃正餐同时看海景的餐厅。影片前面介绍的2间完美风餐厅 Cape Beach Club 与 Glasshouse Boho 离巴达雅热闹区域比较远，我是搭 Grab 来的。这2间餐厅是同一个老板，只是店内风格不同，菜单是共用的。想说都跑很远了，就决定午餐先在 Cape 吃。吃完休息一下，踩踩沙子，大概下午茶时间再转去隔壁的 Glass。Cape 的入口处就设计得很适合拍照，以冲浪板当开场，让人准备踏入一个海边放松气氛的空间。整间店的设计融合了海边度假村与非洲部落风格，大面积的白墙与水泥灰白地板让空间看起来更清爽，也多了一点现代感。从接待处走进去，会先经过室内区，里面天花板布满了稻草，用了绿植去做空间装点，桌上用品摆上了藤编制品，座位区也用了很多织品布置，搭配不同形式的藤编木椅摆置于桌边。我到的时间算早，所以户外蓝骨头座位区还有空位，我就选了一个位置坐。点了一杯意大利面当中餐，与一杯抹茶泰奶来喝。面条我觉得有一点偏硬，我因为去厕所回来的时候已经上菜了，吃起来已冷掉，就觉得有点偏油。里面深色一点的培根像饼干一样脆脆的，很好吃。整体是好吃的，如果热一点不那么油的话。不过相比我上一部影片夜市的那个意大利面，我觉得夜市那个更好吃， CP 值完全大胜。这边还要加服务费跟税，总共17%，但我觉得景观餐厅又观光区，这种价钱合理啦，至少面不会很难吃，就是非常中规中矩的口味。当天播的音乐我都很喜欢，也有很多 house 类型的 EDM， 例如有我很常听的 SRTW 的歌，很适合在海边咖啡店发懒听的歌。既然餐厅前面都有一个海滩可以走走，我最多也把握机会去海滩走走踏浪。这边海岸线我觉得相对干净，我不太喜欢市区外游艇很多的沙滩，想象上觉得海滩很脏，我就都没去走。这边海滩干净，没有市区的喧嚣，即便当下蛮晒的，还是享受着踏浪的片刻。中餐在 Cape 吃完以后来 Boho 坐一下，但看起来我觉得我会比较喜欢 Cape 的感觉吧，比较放松。然后刚刚 Cape 放的音乐我都蛮喜欢的。那 Boho 这里有2楼，看不清楚。对，我进去拍一下。Glass 也有藤编、木头、沙滩与遮阳伞布置着整个空间，但2间的气质我觉得不太一样。1楼座位区风格给人一种柔和理性的感觉，走出室内空间，户外的部分米白墙设计有别于 Cape， 这边给人的感觉像是沙漠中会出现的矮楼房饭店一般。这间看它全部名字也可以知道，风格是比较接近 Boho 风的海边餐厅，
带一点慵懒，一点自然，一点南洋度假感。Glass 的座位也很多，还有2楼的座位。到这边就吃不下下午茶了，怕晚餐吃不下，所以我只点了1杯咖啡喝。如果 Cape Beach Club 与 Glass House Boho 只选一间，我个人会推 Cape Beach Club。整体咖啡店风格我比较喜欢之外，当天乐播的也都是我刚好喜欢的类型。但如果你时间多，不想一直跑景点，我其实蛮推荐这2间都可以一起去。你可以看看中午要去哪一间，那下午茶就换另外一间，就可以一整个中午到下午的时间都在这边度过。这间离巴达雅市区就近很多，附近也有其他间完美餐厅，我最后选这间有鸟巢味的。The Sky Gallery 的风格和前面2间又不一样，它最大的重点不是室内设计，而是视野。这间位于海边高处的景观餐厅，空间开阔，视野会一直被拉到海上。从这边可以看到巴达雅一角的海滩，还有在海上的船。稍晚还可以看日落。来之前有问过来过的朋友，知道要先预定才有鸟巢座。如果你们人多，可以先预定。另外靠最外边的一般座位全部都被预定了。我当天到的时候只能坐大概第2、3排的座位，但其实我觉得视野还蛮不错的。因为靠最外面的那些被预定的，其实都蛮晚到，他们应该都是吃晚餐的时间。虽然那些位置有被保留，但也不会影响到我坐后排的视野。我当天点了奶昔跟薯条，要小心你的餐点哦。我还是第一次被鸟偷袭，真的是觉得傻眼又好笑。小时候有被欧啾追，那种鸟在我头后方，快要啄到我头的那个印象一直深植在脑海，所以我当时看到鸟跳到我桌上时，我其实不太敢轻易跟它对战，所以没有很积极的挥手把鸟赶走，就被鸟咻的一下叼走了薯条。我当下整个大傻眼，然后还听到后面桌有人在笑，太荒唐了，我自己也觉得荒谬到笑死。后来才知道，在靠海的地方是真的很有机会被海鸥啊、海鸟叼走你的食物。我蛮推荐就近的话，可以来这边喝咖啡、吃下午茶，或在这边吃晚餐。可以落日前来，能配落日美景享用晚餐。让我想到曼谷郑王庙对岸的餐厅，也享有这种黄金时光的美景。晚餐吃了一间街边海南鸡饭，这边街边非常容易看到平价泰国美食，不像普吉岛，我根本找不到50到60左右的平价美食。